求求你不要跟我分开，求你了，我一个人活不下去。重新找一个人再把我过去的所有事情跟他说一遍，实在是太累了。我觉得是我不问题，应该说我们俩都有问题，没有谁对谁错，只怪我们都太年轻。其实看对方手机是一件特别不健康的事情，控制欲太过泛滥。到后来我们都忘了，其实我们应该是对方最好的朋友。痛苦，痛苦肯定是痛苦。看着那男的发那表情是什么意思？会过去，都会过去。本来我们处的挺好的，他太想结婚了，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想好。我觉得婚姻是一个骗局，也不是骗局，就是没有童话故事里讲的那么美好神圣。它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，一张贴好照片、写好名字的纸而已。家里亲戚跟着凑凑热闹，我们的生活还是一样。他会向我细数结婚的好处，我也有很多抗拒的理由。我是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吗？在这段关系里，我负有一定要与他结婚的责任吗？这种责任是别人强加于他，而他又强加于我的，还是根本就属于我，而我又没有意识到？我是在逃避吗？划掉我的遗嘱，把他的名字划掉，划掉，把它划掉，改成你的。你报警了。你媳妇儿也是木乃伊，挖矿。盗墓的把你媳妇儿给挖走了。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被困在这1分钟时，我正在吃饭看剧。1分钟以后，我刚放下的碗筷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手里，而电视剧又像鬼畜视频一样回到了最初的地方。起初我怀疑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，我决定走到厕所里刷一会儿手机。就这样重复了20多次以后，我才迟钝地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无限循环的1分钟里。那我不是无敌啊！我想着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实现自我增长和学习。然而光是找到刚刚看的那本书和刚刚读到的具体位置，都需要耗费我将近30秒的时间。虽然肉体的疲惫会被重置，但是不断被打断的精神痛苦却会延续下来。我试着开了一场游戏，但每次刚刚走到锁定人物的那一步就会重来。最远的一次，我也仅仅是走到了游戏的载入界面。在数千次的出门尝试中，我渐渐发现自己的极限奔跑速度不过是每分钟200米，所以无论我朝着哪个方向如何努力，也无法跑出以我家为圆心的附近300米。还好当时我没在洗澡，否则每次我要花上20秒擦干身体，然后20秒穿上衣服。如果不裸奔的话，我的极限活动范围可能只有方圆30米。在第6253分钟时，我想起了我的妈妈，我想告诉妈妈我被困住了，可是妈妈永远都只会在第58秒时接起电话。喂，我被困在了她摔门离开之后的1分钟里。起初我试着用酒精麻痹自己，可是每当这1分钟结束时，摔门声又会再次响起，我又会原封不动地坐在这里，丢掉的酒瓶又会回去，哭泣不起作用，发泄没有意义。我意识到让我走出这1分钟的唯一办法，似乎只有努力挽回它。就算你真的想走，也不至于关了门就跑吧。从你第一次摔门之后，时间好像坏掉了。把那文艺逼的腔调收起来。真的，我操！刚刚我倒的酒明明都喝了，过了一会儿又在柜子了。不信你跟我回去看。不会再回去了。你得回去啊，不然那门迟早得让你给摔坏了。你难道完全感觉不到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刚刚已经摔了几10次门了，走这条路，这1分钟一直在重复。你又喝酒。我喝了，但也没喝。以后你喝死都没人管你。不是。你为什么不跪着说？我为什么要跪着说？你又喝酒了。你刚刚说过这句话，这不是喝不喝酒的问题，是时间出了问题。是你出了问题，是我们的关系出了问题。关系没问题。你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，这就是问题。
就这样尝试了好几百次，无论我如何措辞，他都没有丝毫回心转意的意思。我求你了，你陪我去看，就当是为了救我。只有你能救你自己。从你关系专门走的时候，我就被困住了，真的，这已经是我第200次过来找你了。200次1分钟，那是多久？3个月吧。或许3个月，你敷衍我们的关系，敷衍你身边一切的时候，我都是这种感觉，被困住的感觉。但是现在我已经走出来了，所以你也会走出来的。然后第一次，我坐在那里，什么都没做，思考我们的过去。然后这1分钟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。只是当我再次来到这个路口时，他已经不在了。朋友这几年混成了一个大师，他在马桶上写出的诗获得了大奖。我受命对他进行一次专访。我待会儿再进去，方便叫他。我现在正方便。方便吗？方便啊。这是您的证书，这是您的奖品，还有这个。谢谢。不过我不用这种笔了。那您用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诗人都是挥毫泼墨，用电脑Word文档。与时俱进。其实你可以不用塞鼻子的，我现在没有灵感。您说的灵感是指？灵感和诗意其实是一种东西，都是我身体里的杂质。写诗其实也是一种排泄的过程。您把马桶装这儿的话，那您的诗都排到哪去了？电脑啊，Word文档。电脑在哪？在楼下邻居家里。所以您的那些大作都是在这个露台上生产出来的？你管这片圣地叫做露台，那应该叫什么？洗手间。那您不怕被偷拍下来或者影响邻居什么的？邻居早都搬走了，除了住在我楼下的一个粉丝，他是我诗歌的忠实受众，收藏了不少我的手笔。在屋里的圣地里写不行吗？狭隘的空间容易滋生阴暗下流的偏见。诗意是身体酝酿出的一种情绪，是一团缥缈的东西，是很脆弱。如果要让它以非常具象的文字形态出现，就需要非常完美的物理环境。你看看那山，看看那海，再看看这个马桶。马桶咋了？你现在正在家玩塞尔达，突然灵感来了，你丢下游戏机冲出来，在让诗意完美的倾泻出来之前，你还得用手翻开马桶盖，不然用脚翻吗？你知道灵感被细菌打断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吗？像我们这种在马桶上搞艺术的，其实跟你们在马桶上玩手机的差不多，坐久都容易麻，加宽坐圈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而且写诗最重要的是什么？Word文档是结尾，我向来崇尚干净利落的结尾。写完起身走人，自动冲手，一气呵成。但是那种意犹未尽的诗好像也挺受欢迎的呀。说的那是公厕，只有公厕才意犹未尽。像我这种凡人坐上去的话，也能写出来诗吗？你有灵感吗？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来，你坐下。你现在有灵感吗？忽远忽近，若有似无。试着描述这种忽远忽近的感觉，像产妇分娩前的痉挛，在1分为2的边缘声嘶力竭，又忽而放空。来讲品质，再来点辣条。来，再更粗一点。现在有感觉了吗？山川离我很远，马桶离我很近。我坐在诗人隐秘、放纵而充满隐喻的圣地，继续，却放不出来一个屁。